我是 Chris 张，那我现在是休斯顿大学商学院的教授。我在进入 Academia 之前，一直都是在中国上海的职场，大部分都在外资公司担任 HR 的工作。那我主要的研究方向呢，其实就是性少数群体在职场怎么去变革创建一个更加多元包容的一个职场环境。我们那个年代没有互联网，我是大学毕业01年那个时候，有一次很无意当中的接触了互联网，才知道还有这个事情，还有一帮跟我是一样的人，在那个时候才知道。当然从01年一直到03年，可能这当中我挣扎了很久，我也不觉得这是一个对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对的。因为我们第一步知道它是有不同的存在，但不同存在不代表说我们认为它是正常的。完成这个转变的可能10几年的时间吧。以我在多年职场的一个感觉，大部分其实深柜比较多的，我身边是没有听到有人出柜的情况。那有些人的行为你可能觉得好像是的，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我不觉得出柜是一个选项，那并不是我不想出柜，就我觉得我也不介意出柜，但是都没有这个选项给我，在我们的理解当中没有这个选项。工作这么多年以后再去读的硕士，然后再去读的博士，那到了博士生候选人这个阶段以后，你才开始选题。我们在开题的时候，我跟另外一个教授去聊，他说中国还有性少数群体吗？他可能是觉得中国可能跟俄罗斯这种是一样的，就我能理解他吧，我只能说，但我觉得你在开玩笑嘛？是不是所有的性少数群体在职场都是沉默的呢？或者说他们是不是都是歧视的受害者呢？我不觉得是这样子的，我肯定不觉得。我自己作为 HR 来讲，我其实也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做了一些很微妙的一些工作。当有人提起一些我认为对性少数群体不太友好的一些言论的时候，我是一般会站出来跳出来，我甚至会很激烈的去反驳这件事情。2011年开始有一些声音，出色伙伴也是2008年成立的，所以你看那个时间段正好也是差不多的。萌芽期很多概念，那么你从公益组织开始萌芽，那最后把它影响到这个企业这一部分，其实还有一个时间链的嘛。我那个时候已经知道了说出柜或者多元平等已经在中国是如火如荼的发展了。我想把中国的性少数群体的职场要带入到这个国际平台上，告诉大家我还存在着，就是这个感觉。我们首先发现我们中国的性少数群体在职场里面不是沉默的，这是第一个大原则。白话一点，寻找自我，在寻找自我的过程当中，激发了他们想去改变这个职场的动力。一个我们就叫做显性行为，显性变革行为，就是他是怎么在职场里面变革的。那这个就很简单了，就是说，比如说我要去发声啦，去跟老板斗争啦，我要去让这个 policy 政策落地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我收集了将近，第一个是采访嘛，采访是73个，然后后来我又收了将近900个样本。那我从样本上面来看，变化不是特别的大，所以就大部分人做的还是蛮少的，不多在职场里面。但是我还有另外一趴是很有意思的一部分，我们叫 subtle change behavior， 叫做隐性改变行为。所以我筛选出来6个行为，那这6个行为我觉得 variation 非常大，频率也很高，那就证明中国的性少数群体在职场里面做了很多很多这样子隐性的一些改变行为。那这些行为包括什么举个例子说，我会在朋友圈里转发一个 LGBT 相关的文章、歌曲，各种类似的东西，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可能我在我的工作台上面，我可能就放一些东西，我的目标其实是为了别人知道我是在支持性少数群体的，包括彩虹等等这些东西有的人也会放一些，举个例子，他跟他自己伴侣的这个照片了，其实已经出柜了你看他已经出了柜的情况下，为什么还放照片呢？他只要告诉大家，对不对？那这也是。然后有一些人呢，会把自己的这个行为就是举个例子说，平时跟别人的沟通当中把这个 LGBT 的话题穿进去，这个其实也是一种他的改变行为。这个我们在定义改变行为要看他的意愿，对他的 intention， 他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他的目标是我就只是为了自我出柜，那对不起，那不是我定义的行为，那你必须要有这个行为去改变别人的。那还有一些人呢，举个例子说，我有一个受访者，他跟我说，他有一次跟他自己的一个同事，比较好的同事在吃饭，那个同事就可能跟他抱怨说，我小孩子发现他是一个 gay， 他同事就表现出来对这个事情的极度的反感然后不能理解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立马就站出来就开始跟他教育这个我还蛮有意思，就是他说
他教育了半天，因为他跟他同事关系比较好，当时那次可能吃饭的时候他也比较，而且当时很多人呢，就一帮人一圈人在吃饭，所以他说这个东西了以后，然后他同事还沉默了很久。过了一段时间，他好像就跟他就发了一个微信说谢谢你。那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说我有另外一个受访者，在一个极度高压工作环境下面，我说的高压是不可能出柜的，就是绝技不可能出柜的。我也特别能够理解他不出柜的这个行为，我非常能够理解他。那现在问题是，我就说，那我当时还在想，完了，那可能就没有什么行为了，不管是显性、隐性都没有。他不是，他很有创意啊。举个例子说，他会发现他们宿舍里的人会歧视女性，他就会为女性去发声。那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做呢？他说我的逻辑是，我希望通过我的发声，对于女性的保护，让他们去联想到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少数群体，包括性少数群体。他说我知道我这个战线比较长，举个例子，通过女性再回到这个我能够做的其实就是这些。然后他也跟我讲说，他说了以后他做了几次，他发现他们宿舍的一些人确实对这个相对就缓和了很多。我在受到歧视以后为什么人会想去改呢？它是有一个机制，我们叫剥夺感。我觉得我跟这个异性恋相比，我的权利受到了剥夺。但这个权利会有很多种。举个例子说，我认为我没有办法跟异性恋一样公开的手牵手，这也是一种权利，对吧？我的晋升机会、薪酬福利，可能都是因为我的这个性取向造成的。人一旦呢会有剥夺感以后，就会有几个比较主要的行为的结果。一个行为就是反社会，我就开始。第二个呢，就是要更加的隐藏，我就开始收起来。所以你会解释了为什么会深柜，越来越深，那是因为他这个感觉越来越剥夺了以后呢，我就感觉越来越深。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会觉得，我想改变一下这个我周围的环境。那这个其实就是我发现的，其实跟我们之前的研究都是相匹配的，就是剥夺感确实解释了一些人为什么会越来越深柜，一些人他有一些人其实就被跳出来了，他就会愿意去做一些行为，去改变他周围的这个环境，这个职场的一个环境。AMJ 呢叫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是我们这个领域里面的最顶刊、最 top 的最顶的一个期刊。它是每年有一个全球的一个盛会嘛，就是一个管理学科的一个年会。而我做的就是中国性少数群体的职场变革。我就是这一篇是2024年的会议的最佳论文。我知道的学者们都知道了，中国有一大帮，第一，他们知道了中国不是一个那么封闭的环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知道了中国确实有很高比例的性少数群体。第三个，他们知道了这些性少数群体在中国其实也不是沉默的，不仅不沉默，他们也在做一些事情。我觉得已经很好了，我觉得已经达到我想要的目标了。因为做了研究肯定要去分享、去传播，把我们的论文到各个学术会议去展示啦，我们到中国各个企业去做宣讲啊。同时我们也会把我们的结论各个企业进行交流嘛，邀请了一些企业过来的 HR， 然后我们就聊了很久，聊了五六个小时吧。他们的思维上已经有了一些不一样的一个 perspective。我希望他们能够把这个带进到职场，能够再执行一些落地的东西。你要做 pioneer， 你要做先锋，你这个才是真正的去引领整个公司往前走。我做了大量的这部分的研究，就是说到底推行 LGBT friendly 的这种策略对于公司层面上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公司层面上的影响，比如业绩，对吧？比如你的股票价格。08年之后的所有的论文应该有40-50篇吧，全部都指的是LGBT friendly 和企业的业绩是有正相关的，所有的。首先，我们要认为自己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要认同自己，专注我们当下，我们要相信我们做的每一步对未来都有非常正向的影响。在职场里面有很多可以去做的事情，包括说，我们放一个小彩虹啦，小标志啦，不见得这个一定跟出轨有关哦，对不对？你有可能就只是在支持它，也是在声援它，通过支持其他的少数群体。我觉得也不要太多的只是关注自己性少数群体这个成分。其实有很多的少数群体
对吧？我们也不要去排他，大家都是少数群体，我们要创建一个多元包容。那什么叫多元包容？那不是全世界只有异性恋跟同性恋这两种才是包容的，所有的部分我们都应该多容跟包容。当你抱这个心态的时候，别人更加的愿意去接纳你的观点，否则他们会觉得你就是站在同性恋的这个角度去支持同性恋，这个是 bias 的，对吧？那我觉得这个观点可能也是可以去做的。参加一些活动其实也是表明了你的一些行动，因为你知道大家现在公司在组织活动其实蛮难的一件事情，特别是线下的，大家都不愿意参加，培训都不愿意去，对吧？但你的出现，你的参与，可能其实对别人来讲就是一个正向的影响。我真的觉得行为在点滴了，其实真的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一点点积累下来的，而不是说一定要我他妈今天就是要出个柜，我今天就要发个邮件，我今天要去自焚。我们有很多种的方式可以去表达我们自己。行为造成的结果，这个链条比较长，后期很多因素影响，我也面对很多问题，说，哎呀，什么样的结果，什么时候会有结果？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结果就不做，有行为我就去做，大概是这样子的逻辑。但是它是个鸡生蛋，蛋生鸡的过程，你没有做，它永远不会有结果的。就中国很多老话说，量变到质变，你没有量，怎么会有质呢？对不对？不可能的。如果因为我们看不到现在这个结果，我们就什么都不做，那我们永远都到达不了彼岸。如果有行为，已经是棒棒的，已经是就好像我们在说出柜，其实它也是一个行为，最直接的一个行为。但你说你出了柜以后，对于职场或者对于社会的推动到底有多大？那我不知道，可能或者说我觉得不见得那么我可以看得到。我个人觉得现在中国的环境已经比我那个年代已经开放包容太多了。但你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等到同性婚姻合法化？在我这个年代，在中国这个情况下呢，我可能等不到，但是不代表我这个过程不重要，不代表出柜不重要，不代表行为不重要，不代表我们的意识不重要。